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按照原本的计划呢，今天本来是要录一集单支型桑巴的大乱斗评比，但 Sony 他们推出一款新的耳机产品，让我非常的感兴趣哦。那也就是目前在这个 Sony 立牌旁边小小的白色盒子 ，Sony 他们所最新推出的真无线电竞降噪蓝牙耳塞式耳机。那同时在这波的新品发布当中呢 ，Sony 他们也推出了在我右手边的前方黑色的 H5 电竞耳罩。那针对 H5 的部分，我觉得就不会去做多说明，因为它其实是从原本的这个银众电竞耳罩系列去做一些功能的阉割所推出的产品的。那当然在讲这个银众 Buzz 这个新的电竞的耳塞之前，还是要针对这个银众系列去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其实 Sony 他们在这个电竞产品，目前电竞耳机还有分电竞耳罩跟这个新的耳塞式耳机嘛。电竞耳罩的部分有4款 ：H3、H5、H7、H9。那有什么样的分别呢？首先 H3 它就是很简单单纯的一款算是有线的这个有麦克风的耳机。那 H5 的话，它多了这个 2.4G 的发射器，低延迟的发射器。那同时它有一个 3.5mm 的耳机孔，你可以接上耳机线让它当有线耳机使用。那 H7 的部分，它多了这个蓝牙，那同时它有这个 2.4G 的发射器。那多了蓝牙代表说你可以在户外接你的手机去做聆听啊。那当然这就是多的功能，因为如果你去图书馆，你可能也不会带着，因为它外面还有一个这个对讲的麦克风，有时候如果你要带去图书馆的话，真的要蛮有齿力的这样子。那接着呢，最高阶的这个 H9， 它就在 H7 的基础上，那加上了这个降噪的功能。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去讲这个新的 Sony 的银众 Buzz。那其实我当初看到它的规格的时候，我想说哇，有蓝牙，那有这个真无线的发射器，低延迟的发射器，有降噪。那其实我是对它蛮期待，而且它记得是6000多元，6000出头的价格，比 Sony 他们家旗舰的1000XM5便宜了将近2000块。所以我觉得如果它的降噪效果或它的游戏效果也不错，那以我来讲，我爱玩电脑游戏。是不是就不用买到那么好的，我就直接用这个银众 Buzz， 然后出去的时候就直接用它接手机了呢？首先呢，要跟大家非常强调一点，就是说，虽然它叫真无线蓝牙这个降噪耳机，但是呢，它的蓝牙只支援这个 LE Audio 当中的 LC3 编码，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来讲，你现在目前现行大多数的手机，你是无法跟这个 银众 Buzz 它去做一个蓝牙的直连，就只有非常新款，假如说 Sony 他们家的 Xperia 的手机，或者是三星的 S23， 那照道理来讲，在所有的 Android 3的系统的手机中，就是你也许都可以得到这个 LE Audio 或者 LC3 的一个编码，所以在未来的新的手机看起来应该都可以跟这个银众 Buzz 去做相连，但是以目前像我刚拿到它的时候，我没有看清楚规格，我就直接拿我 S21去跟它连接，我会发现可以配对，但是要点它做连线的时候没办法去做使用，那我就想说是我的手机有问题，我就换了一只 iPhone 11，就发现也是不能相连。所以呢，这点要跟大家先讲一下这样子。那尽管你不能用蓝牙模式去跟它相连，它有一个这个 Type-C 的接发射器，你可以把它接在你的手机上面。那像三星的手机或者是现在新的 iPhone 15，还是可以用这个无线接发射器的。那所以看起来它还是可以跟你旧款的手机去做相容的使用。好，那我们接着回到这个不免俗的，还是要讲一下银众 Buzz 的一个外观啦。首先呢，它的充电仓呢，比起1000XM5系列，它比较大，但它大的地方在于说，因为它有一个这个 Type-C 的接发射器，那 Type-C 的接发射器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它多出了一个 Type-C 的接孔，所以它的有点像 L 型的一个这个形状，所以自然它的一个充电仓就要去包裹这个发射器，所以它在它的顶端呢是比 1000XM5 的充电仓还凸一点的。那打开了外盖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那讲一下它这个充电仓，当然就是 Type-C 的一个充电啦。打开外盖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的银众 Buzz 的耳机本体2只，以及一个这个接发射器。那耳机的部分呢，首先它有白黑2个颜色，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应该是它一个黑色的触控区域，它这个触控区域可以去做音量的调整，那或者是降噪的模式的切换，假如说关降噪或开降噪，那或者是麦克风的开关。以我个人来讲，我
最常使用的是音量的加或减，还有这个麦克风的开关。因为像我来讲，我玩游戏的时候，我戴上去我就是把降噪的功能一直开启的。好，那接着在触控区域的下方呢，你会看到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它的一个降噪麦克风的，算是收音的地方啦。InZone Bus 呢，它有这个降噪的功能，那它同时呢，它还说它这个麦克风呢，它有降噪的功能，对不对？它不只降你听到的噪音，同时你讲话的声音经由它这个麦克风收音之后，经由 AI 的演算，让你讲话的声音更清晰这样。那当然，其实我有体验过高阶的这个 H9 电竞耳罩的麦克风啦，所以我觉得就基本上效果，虽然说广告台词讲的是蛮厉害，但我觉得实际感受是还好，就是你当然做游戏一个沟通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期待的它可以发出什么那种电竞就是音乐主播或歌唱主播的那种低沉磁性的嗓音，我觉得这倒是幻想多过于现实这样。它的麦克风部分，我看它的上方还有开一个小孔，这应该这两个就是做所谓的麦克风收音的使用。那本体的材质来讲，我觉得它的外面比较外侧的部分比较滑，那内侧的部分基本上我觉得摸起来感觉不会太有摩擦感哦。特别要提的是说，它原厂配的这个耳塞啊，我觉得是比较小，像一般 Sony 的耳塞，它的真无线耳机包含 1000XM4、1000XM5，我觉得大小都是就是刚刚好或者是偏大。但这次的这个 InZone Bus， 我觉得它原厂刚附的这个耳塞真的是太小，就我戴进去我会觉得比较松脱，然后它在它的包装里面有附比较大的耳塞，我觉得换上去之后，整个佩戴感来讲，就是普普通通，真的是。如果你有细胶耳塞或什么，我建议，因为你是爱玩游戏的玩家，你一定会长时间去做佩戴，所以耳塞的部分，如果你有找到你喜欢的，可以长时间戴着舒服的，你一定要去选购，然后换啊，听听看哦，这样子。然后它外观的部分，它跟一般耳塞式的耳机不一样，在于说它多了一个下方的一个算是长形的，有点像这个苹果的 AirPods。但是呢，你说戴上去之后会觉得很有异物感吗？我觉得倒也还好，因为它整体的重量我记得6.5克吧，听起来好像会觉得好像比它的其他耳塞式耳机都重，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重量的重心的配比是刚刚好的，所以你在戴的时候，你对于重量这个感觉是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的。讲完它外观，我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说我在看它规格的时候，其实我用这款耳机的时候，我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看它的规格，什么充电、什么续航，我根本就没有看，我就直接先拿回家当做一个这种。因为你是一般的消费者，其实你看那些规格你也看不懂在讲什么嘛，所以你就直接拿回家用。然后我用完了之后，我再看它的规格，我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说它的耳机的单体是个 8.4mm 的一个单体哦。然后呢，其实我在评测这个 1000XM5 的时候，它的耳机的单体是新研发的，也是 8.4mm。那这代表了一个什么事情？就其实这款 InZone Bus 很有可能是用上了新一代的这个 Sony 他们耳塞式耳机单体的架构，所以这点就是稍微跟大家提一下这样。耳机的部分就是外观这样子就讲完了，那接着还有什么要讲？接着就是说它还有一个这个 APP 的功能，就是说，但这个就要非常吐槽一点，就是说 Sony 他们目前的耳塞式耳机用的是这个一个 App， 但是呢这个InZone系列呢是用电脑上面的一个软体去做调整的，所以这两个是不相通的。就是它蓝牙耳机、蓝牙降噪耳机也是用手机的 App， 那它的电竞的系列是用电脑的软体去做调整。那这导致说，你就算你手机可以蓝牙跟它直连，你也不能直接去做调整它的音色。那或者是说，你今天你就是你用 Type C 的接发射器接到你的手机，想要做一个，假如说你玩传说对决，想要获得最好的音质，那你也不能在你的手机界面上面去调整它这个 InZone Bus 的一个音效的状况。你只有在用电脑使用这个 2.4G 的发射器，然后使用它自己家的这个电脑端的程式，你才可以去做所有细部的一个音效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希望Sony他们可以把它整个这种产品线的，就是当然有时候他们日本人是这样，他的产品分得很明确，就电竞归电竞，然后一般家用归家用，那专业的归专业。但是有时候觉得说它的资源是可以整合起来这样子。好，那要特别一提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Sony 他们对这个 InZone Bus 是非常重视，因为在它所有的电竞耳机里面，只有这一款是跟一个老牌的欧洲英雄联盟战队 Fnatic 去做一个联名的，算是他们说的时候有共同参与研发跟设计吧。那对于这款的音色耳机的音色呢，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其实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它是一个1000XM5的算是弱化版本嘛，但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其实也不太算，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低音没有 Sony 家的那种肥厚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它高频的延伸也不够好。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说，这样的设计以一个电竞玩家或职业选手的长时间聆听的状态来讲，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高频延伸够好，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是高频延伸？你就是那种金属的敲击声啊，那种金属的演音声会非常明显。但假设你今天是你玩一个武士的角色，他每次挥一下刀都有那个金属的音效，然后你就想象成你玩那个三国无双，每天都在砍小兵、砍小兵、砍小兵，你要听多少次那种尖锐的一个高频的延伸？所以对那我觉得低音同理也是啦，就是像我之前有评测过这个 Sony 的 H9 电竞耳机，我有讲过说，其实它的一个 EQ 啊，我都会把低音降到很低。为什么？因为假如说我在丢手榴弹，射击游戏丢手榴弹的时候，你那个低音太多啊，你那个炸弹一炸下去，你那个耳朵其实，如果你是看电影，你会觉得很不错，因为你的电影大概场景就是丢一颗手榴弹，一整部就丢那一颗吧。但是如果你是游戏，那是不一样的事情。你大概一场里面，你丢个3-4颗都有可能。尤其是玩那个 Apex， 你可能会一直丢，你耳朵其实玩久了你是不舒服的。所以 INZONE Burst 的一个音色设计，我觉得它走的是一个算是耐听，然后长久玩游戏来讲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它的定位感非常的好。我觉得也许是音色调整的关系哦。这次INZONE Burst 我在听的时候，像我玩射击，很多人为什么要买电竞耳机？他想追求的是什么？他要追求就是所谓的听音辨位。什么是听音辨位？像你在玩射击游戏的时候，你常常需要做什么事情？假如敌人在我的左边，那他的脚步声靠我越来越近了，那我就要开始准备提前去瞄准他。那或者是说，我现在听到这个远处有枪声，我要马上知道说哪边有枪声，我要赶快去做支援，或者我打算去参加这个战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方向的精准感就非常重要。那在 INZONE Burst 上面，我觉得这个定位感是做的，我可以说真的是，你听到枪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就是方位感非常的准确啊，声音又很自然，这样就是这个我真的要讲了，就这个要称赞他一下这样子。所以，那当然有人会说，那这样我听得到那个天花板的，就是有天空声道的声音嘛？就像现在的他们像 Sony 的文宣或很多那种电竞耳机，又说支援这个杜比音效，支援全景声音效，支援这个什么 Spatial Audio 环绕环景声的音效这样子。那有人就觉得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就听得到天空声道？其实我觉得坦白讲，以这种入耳式耳机或者是耳机产品来讲，你能很清楚的听前后左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你要听到上下，我觉得那自然是现状来讲是比较难的啦，这也是我实际体验的一个感受。好，那其实针对这只耳机我就是用预设的音色去听嘛，就是它预设的平直的音色。那可能一般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的就是说，那你会做一个调整的说明啊。但其实这款耳机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就是我一开始测试音乐。那我就觉得说，人声相对来讲是有一点闷，但是呢，在我把 EQ 因为 EQ 它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段，那我去把大概500赫兹、1000赫兹，然后2000赫兹的频段部分都给它拉起来之后，就我后来想一想，玩游戏久了，它的音色就变得不是那么的耐听了，而且 INZONE Burst 这一款耳机的音色调整的很有趣的在于说，像你一般 EQ 啊，你拉到最大跟拉到最小，那个音色差异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在这款新的这个电竞耳塞上面，其实我觉得它这个 EQ 的段数，实际的数值变动是没有很大，就你拉到最大，你拉到最小，它的变动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所以我觉得使用这款，如果你想买这款耳机，或者你已经买的朋友们，其实你不用去做过多的调整哦。我觉得预设的平直的声音的曲线，其实听起来，如果长时间游戏是非常不错的。好，那当然你拿它听音乐的话，我觉得就是人声还 OK 啦。那乐器声也解析也还算 OK。那就是说韵味的部分，因为它的低音的延伸跟高频的延伸比较少了一点，所以你会觉得韵味不足够。但是以一款电竞玩家使用的耳机来讲，我觉得它一般，你看看 YouTube 啊，看看电影，
那都是非常够用的。好，那我们讲完它的一个外观，讲完它的一个音色，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一个续航的表现哦。其实续航表现，它官方写说它的耳机开了降噪是可以使用11个小时吧。当然我没有细细的去测过啦，那这个就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我实际上遇到的状况，就是有一天我回家，我玩游戏嘛，玩 Apex， 然后就耳机没电。那耳机没电呢，我的充电仓，我就是把它丢到那个耳机的充电仓里面，我就开传说对决，我就玩了2场吧。我就记得要玩2场，一场大概10几分钟吧，2场就20分钟嘛。那我玩2场之后，我再把这个电竞耳机取出来，我就从晚上大概12点多吧，一直打到早上5、6点，就是我都没有遇到耳机没电的状况，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续航是多么的夸张。以一般人玩游戏来讲，基本上它的续航不会是你的一个问题啊。那当然详细的一个测试数据呢，我就请我们的同事，他把他的，我觉得测试这种东西就是第一个，电池仓能够充这个耳机充几次，然后电池仓充满要花多少时间，那耳机充满要花多少时间这样。当然我刚刚有讲了啦，就是耳机大概充个20分钟就可以用很久，所以这个还是令我蛮惊讶的这样。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外观，我们讲完了这个电池仓的设计，讲完了它的一个续航，然后讲完它的音色。那稍微来提一下它这个InZone Hub 的这个 APP 界面。首先在它的 APP 界面有几个选项可以选的，我觉得有一个一定要体验一下，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自动音色校正的功能。当然，其实它这个校正完了之后，我是觉得差异不大。但是你在按这个校正功能的时候，它给你的一个音色的体验，我觉得还是蛮令人惊艳的这样子。那当然 EQ 调整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这次就不多说，但是后续有机会我还是调一个这个音色的版本，直接弄成 YouTube Shorts 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错。那其他 App 要什么要调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改一下它的那个触控按钮的分配啦，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右边会去弄成音量，那左边会去弄成这个麦克风的开或关哦。然后要特别讲一下说，目前我觉得Sony他们这系列电竞耳机的一个音量的跟电脑的交互，我觉得做到不是很完美。为什么呢？它目前的状况就像我早期在用蓝牙设备一样，就是电竞耳机本身有一个音量，那电脑又有一个音量，所以你在调音量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做呢？我通常可能会把电脑的音量先开到一个可能电竞耳机的音量先开到最大，你要把电脑的这个音量也开到一个很大声的状态，就是直到我受不了。好，直到我受不了之后，我就要变小声嘛。那我变小声的时候，我就是直接用耳机的这个长触控的功能去做减少音量。像如果我要加音量的时候，我就直接点一下就加一次音量这样子。但我觉得简单来讲，这操作也不算是直观，因为耳塞式耳机它不像电竞耳罩，它有滚轮可以直接调整音量。就你每次你要去触控，尤其是减音量，你要长按那个。假如说你声音真的开到很大声的时候，你要减音量，那个是动作来讲是比较慢的啦。所以这个是，但是我觉得耳塞式耳机这样子也是耳塞式耳机的非战之罪哦。好，所以其实讲完了之后，我觉得这种耳机最重要就是定位感的。那以定位感来讲，它真的做的是非常不错。所以接着就要来一个总结了，就是说以这款呢6000出头的耳机来讲。我会建议来谁做使用呢？就是你真的是很喜欢玩游戏的玩家，而且你会长时间的去玩游戏。那一般的电竞耳罩呢，我觉得它的重量来讲呢，第一个会比较重，然后佩戴感就是它有耳罩嘛，那耳罩戴久了人会觉得比较闷热。那另外呢，这种电竞耳罩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你要萤幕比较大。那你在近距离玩的时候，你要左右去做头部的摇晃的时候，耳罩它会有一个，就是因为像它这系列其实耳罩都不是做的很夹头，你有时候觉得有点松脱的感觉。我觉得感觉，就当然你不会玩游戏不会那么大的晃动头部，但我觉得就不是很服帖。所以如果你追求一个很轻重量的感受，你要追求一个精准的定位感，然后追求一个超长时间的续航，我觉得。InZone Plus 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手机游戏的玩家，就是你是手游的玩家，然后你也是很热衷于电竞，那会推荐这一款 InZone Burst 吗？其实我目前来讲，我并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接发射器啊，我有试过，就是很多人问说这个接发射器会不会卡到手机壳？但以我来讲，我可能觉得，如果你是那种 UAG 或者是那种超级厚的那种犀牛盾的手机壳，可能也许会卡到，但是以大部分的手机壳来讲是不用担心。但我觉得，接发射器最大的问题不是卡耳机，不是卡那个手机壳的问题，它是在于说，今天你要玩游戏的时候，假如你玩传说对决好了，你把手机打横，你左右手去玩，你这个接发射器呢，如果你弄在右手，你就会觉得，因为你会移动，你会一直动大拇指嘛，然后它那个接发射器有一个宽度跟厚度，所以用起来的手感就会觉得很卡。那这时候呢，因为你的玩游戏的时候，你左手是放招，所以相对来讲，你的大拇指不用一直移动，你大拇指只要去做点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接发射器弄到左边，看似好像比较好，但是我实际上我的体验下来，我觉得还是有点卡手。就是应该Sony他们要做一个配件，是让这个，我觉得也许做一个 M 字形的配件，让这个接发射器可以弯折到你手机的后方，这样你在玩游戏、手机游戏的时候，就会觉得实际体验上来讲是更好的。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Sony他们应该去做的，因为你看，你说手机游戏、电脑游戏，就是现在玩的人数跟手机游戏来讲，就是也许我在我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还是玩电脑游戏哦。但我觉得现在的人，你说每个人都是玩电脑游戏吗？我觉得会玩电脑游戏的人，他可能也会玩手机游戏。那玩手机游戏的人数是远远大于这个电脑游戏的。那你说这个电竞的市场大不大？我觉得大啊。那 InZone Burst 是不是好东西？是好东西。那它只要多了一个配件，我觉得它就可以符合手机使用。这个配件是完全不是需要写什么程式，需要写什么晶片的，就只是做一个这种 Type C 的一个转接头这样。好啦，所以呢，最后总结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电竞玩家，这个 InZone Burst， 我觉得你是一定要买一个啦。然后，如果是这几支电竞耳罩，你问我会怎么推荐呢？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想法很简单，我的话就只推荐最旗舰的这个 H9 跟这个中阶的算是 H5。怎么讲呢？首先，因为除非你真的预算很有限要不然我是不太喜欢接线因为你玩游戏，像我用笔电还接一个线的话呢，有时候你手在那边挥键盘，滑鼠滑来滑去有线，你就会觉得很阿杂。那 H5 的话，本身它比较轻的一个重量，那它也没有蓝牙的功能，因为我觉得蓝牙功能真的是不需要。你 H5 跟 H7 差那1000块就是蓝牙功能，那你基本上你平常也不会带 H7 在路上走吧？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因为它有多一个这个麦克风。那旗舰的 H9 呢，它的降噪呢，就是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这个 InZone Burst 的降噪嘛。那 H9 的降噪呢，它多了降噪功能，所以你跟这个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的一些主机的风扇声音就会被算是减轻了这样子。那 InZone Burst 的降噪功能呢，这个重点居然没讲到。InZone Burst 它降噪功能，我觉得基本上算是差强人意。就是如果你拿去户外用，它是不够用的。但是如果你说室内，只是降你的这个风扇的声音，就是像游戏电竞玩家常会遇到，就是这个主机风扇的声音哦。那我觉得 InZone Burst 它做的，当然你说不到满分啦，但是我对于消除这个风扇的感觉来讲，我觉得是有加分的哦。所以就是。你说推不推吧？就是这个价格来讲，我觉得是我的话，我会买一支，因为你要长时间的玩游戏，就是要很轻的一个佩戴感。好啦，那这次就是 Sony 他们整个这个电竞新款的 InZone Burst 的开箱，以及这个他们家 InZone 系列介绍。那想要听更多、看更多的这个耳机、soundbar、电视的资讯，就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我是 Alan，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